在想啊，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恶意？他已经把吴玉剥夺得一干二净，而且那是一笔不少的资产了。可是他在临走的时候，还是要借下一大笔需要吴玉偿还的高利贷。难道他对这个对他充满无限信任的女孩就没有一丝怜悯之意吗？这就是网络诈骗的特点。当年纳粹杀人的时候，他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就希望那些杀人的人没有罪恶感。除了给他们洗脑以外，最重要的，他们是要把杀人变成一个正常的工作，而被杀的人呢，他们要物化掉。也就是说，杀人的人杀的不是人，是物。你们每天做的事情不是杀人，跟平头老百姓一样，上班打卡，在单位里边杀死几个害虫，然后回家下班。他们这些刽子手在家里边都是顶天立地的、慈祥的、有责任感的父亲。每天早晨，会温柔地跟他的妻子和孩子说：“爸爸去上班了，你要听妈妈的话啊。”然后去上班去干嘛？杀人。他们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疚感，这就很可怕。杀猪盘跟这一样的。你们想，网络把骗子和受害者隔开了，骗子平常正常的工作干嘛？骗人啊。而受害者呢，早就被他们给物化成猪了。对他们来说，骗子骗的越多，就证明他们的 KPI 完成的越好啊，而不会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罪感。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诈骗犯都抓回来，带到吴玉的面前来，要让他们面对他们施害的受害者，也让受害者在他们面前重新变成人。高成，我不管这32个案子能破几个，也不管吴玉的钱能追回来多少，但是我要求你和你们的专案组能够把这个案子的所有罪犯全部抓回来，带到吴玉的面前，接受法律的严惩。是。这些网站全部都是伪造的。对呀，都是伪造的。当吴玉扫这个二维码进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骗子专门为他搭建的这个网站，这上面的所有彩票信息都是假的，都是给他一个人专门伪造的。现在这些二维码全作废了，你看。行，那咱们不管这些网站了，咱们就查现金流，先看看这吴玉的现金都去哪儿了。你看啊，这是海外的一个账户，可以肯定的是，受害人的钱一旦进入这个账户，就会流进设在海外的现金池，就好像一桶水流进了大海，被淹没了。您的意思是，钱到了这一步就没法查了？哪怕我们在国外也没法追了。你可以把现金池看作一个管道，钱进来，通过管道进入另外一个现金池，好像水通过管道流进了一个大水库，哪怕水库里的水全部都流出来，你也不能确定哪一滴水是从他这个账户中流出来的。你看啊，这个账户中只剩下2.5块，这也就说明只要钱进来，他们就会马上转移出去，他们会转移到另外一个现金池，很可能从那个现金池再次转移，就这样来回转移，钱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谢谢您啊，您把这些账户信息记录一下。要不说这电信诈骗的案子比较难破呢。以前的诈骗案，只要抓到犯罪分子，除了他挥霍了钱以外，剩下的钱咱还可以还给受害者，那骗子呢也可以绳之于法。那现在人和钱都抓不着。告诉我，受害人那边情况怎么样？教导员说他看上去比较平静，很少说话，也很少吃东西，但就这种情况最令人担心了。好在他妈妈陪着呢。所以说，告诉我，这不管钱能不能追得回来，能不能抓到这个骗子，对于受害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现在既然这个现金流指望不上，咱们就专注于抓人吧。行，这样啊，
既然现金流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咱们就走信息流。这帮骗子从网上开始，那咱们就从网上入手。一个人吃面啊，这么自私啊！憋死我了！我光吃一口，你要不嫌弃就吃，我再下。行。哎呦，这个骗子案啊，四处碰壁，今天可算有进展了。追到骗子了。大伟，你不自私，来给我吃一口，给我吃，我先吃。问你们呢，追到骗子了吗？追上谈不上，就是现在查出来，他注册的信息是借用别人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这个骗子就在海明镇了。原是当地公安协助调查，有当地的公安配合我们，我相信案件应该很快就会处理。我今天下午啊，跟我师傅去了趟医院看这个受害者，还跟那儿难受呢。我当时就想啊，咱们当警察真是有意义。你说要是没有警察，那这些受害者找谁去啊？嘿，你赵继伟，不给我留点儿？哎，你不是说要煮面去吗？怎么一直坐着？我听你们说话呢。我说话好听。你怎么那么大脸啊？这夏杰说的是你们。赵继伟，懂事的人这会儿就把自己当空气。啊，李大伟，那你懂事，你怎么不把自己当空气啊？哎，你今天心情不错啊，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就是啊，说听听。也没什么具体的，就是挺开心的。适应呼吸课了？没完全，就是以前觉得和你们一样，出警啊，解决突发事件啊，紧张才有意义。我现在觉得在呼吸课也挺有意义的。好事儿，我给你煮面，我也煮面去。你那比着我干什么？你扫码去，扫码，扫什么码？这不煮面你不扫码啊？没饿着肚子呢，吃你刚才那都是我不饿啊，我不饿吗？啊？哎，这是我的活，别抢。追查信息流可以确认，骗子的所在地呢就在海明县，也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儿，因为海明县呀位于东南亚的边境，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随时可以逃往国外。而且我们怀疑呢，这帮骗子就是跟国外有勾结的。但是，这条线索追查到这儿就被拦住了，因为海明县呢有200多万人口，县城常住人口100多万，面积呢也不小。海明县公安局给咱们的答复是，如果我们不能提供更准确的消息，他们没有办法进行更准确的定位。那咱们不是有骗子的这个身份信息吗？哎，那个信息是假的，那个叫田高平的人早在2年前就去世了，那骗子只是盗用了他的 QQ 号而已。反正截止到这一步，我们已经失去了对骗子所有的线索，追不到了。反正这条线索暂时就到这儿了。那不行啊！你现在受害人还在医院里面躺着呢，咱们不能用一句这个追不到了就把人给打发了呀。我不是要求过吗？啊，不管是天涯海角还是上天入地，都要把他抓回来。是，我知道这肯定不行。我们呢现在也在开拓思路，扩大线索。所以我们，哎，大伟，哎，你跟纪委说说你们俩的想法。所长，我跟赵继伟想了一下，我们觉得是不是还有一种办法？什么办法？这个吴玉是通过千里姻缘网站认识的这个骗子。根据我们对其他杀猪盘案件的分析呢，通过交友网站物色受害者是这种诈骗团伙的常用手段之一。所以我们就顺藤摸瓜，在这个千里姻缘网站上发现了另一个受害者。这个人叫范文秀，今年54岁，丧偶多年，有一个女儿。范大姐呢是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的，现在女儿长大了，谈恋爱有了男朋友，准备要结婚了。范大姐出于为自己晚年考虑，打算找一个可靠的人，于是她就通过千里姻缘网站认识了这个人。这个人的注册信息显示他叫童雷，他自称是一名网络维修工程师。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人跟骗吴玉的骗子就算不是同一个人，他也是同一个团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聊天中使用的小视频都是一样的。
这个骗子骗范大姐的手法跟骗吴玉的手法如出一辙，唯一的不同是，这个童雷在骗了范大姐100多万之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自称是童雷的妹妹，通过童雷的 QQ 账号联系范大姐，说她暴病身亡了。哟，还能有这种事儿？那没说是怎么死的？据说是在维修彩票网站的时候吸入了有毒气体。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真想象不出这个彩票网站能有什么有毒气体啊！这个范大姐呢，最开始的时候相信了，她还给这个童雷的妹妹回信息，表示哀悼，然后童雷的妹妹给她回信息，表示感谢。我跟赵继伟就想呢，想什么？别吞吞吐吐的说。我们之前啊，翻看过他们之前的聊天记录，发现这个范大姐曾经跟童雷说过自己的房子有可能会拆迁，童雷对此非常感兴趣。但是后来因为城市规划的改变，范大姐的房子一时半会儿拆不掉了。这个童雷可能觉得已经骗了100多万了，我们分析他可能害怕煮熟的鸭子飞了，所以他等不及拆迁了，就提前告诉范大姐说自己已经死了。基于以上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什么可能？不要吞吞吐吐的嘛，讲。哎，那个，我把那也说说。就我们就想啊，有没有可能，我们以范大姐的口吻，跟这个骗子发一条信息？我们这么说啊，妹妹，你不必过于自责，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哥哥肯定也不想看到啊。好在我们这儿的拆迁突然就要开始了，听说我能获得赔偿款600多万，足以弥补之前的损失了。所以妹妹不必过于担心。你小子以后要走正道。我们共同的主意。所长，行吗？可以试试。你们这大半夜不睡觉的干嘛呢？快，坐。我给你念出来啊，先从第一条开始。嫂子，真不好意思，这个时候才注意到您发来的信息，因为这2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把我们全家都搞得晕头转向。嫂子，您相信死而复生吗？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家。简单的说，我哥哥下葬3天之后又活了。不是，这是什么东西？看第2条，嫂子，我们这儿有下葬以后给死人烧纸的风俗。今天一早我去给我哥烧纸，突然听见坟里有动静，我都吓坏了。可仔细一听，确实是我哥的声音。他在问几点了，天亮了没？我赶快回家叫人把门扒开，一打开棺材，我哥从棺材里坐了起来，居然活了，一张嘴就说他饿，说想喝稀粥。不是，我天，这会儿不是应该问范大姐吗？那你别急啊，下一句话就是了。嫂子，他第2句话就问到了您，说他上次帮您投资亏了钱，对不起您。他说他睡了这一长觉，做了好几个梦，在梦里都想着如何把您的损失补回来，帮着您翻本儿。还说啊，他已经找到了办法。嫂子，我哥对您的真情，连我这个当妹妹的都嫉妒了。我也嫉妒了，真的。哎呀，嫂子，您刚发了信息，我给我哥看了。我哥现在身体虚弱，没办法亲自回您，但他要我转告您，您的拆迁款是您的，您不要给任何人。他前面帮您投资造成了损失，他一定帮您找回来。哎，看看，这几条写的，什么叫闻者落泪，听者感人啊？那我怎么回他呀？我回一个，保重身体，来日方长。你要死啊！你先看现在几点？哟，这大半夜的给他回去是不合适啊。那怎么办啊？我这还得等几个小时才能给他回啊！我急死我了。哎呀，这些骗子啊，那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不榨干最后一滴血，那是绝不松口啊！
大嘴儿，哎，你要把控好啊，别操之过急，惊了骗子了。行，放心吧。他是为拆迁款复活的，也许可以用拆迁款再吊着他。不，如果说他死了又活过来一次，这范大姐还是毫不起疑，那也太傻白甜了吧？骗子自己都好怀疑了。要我说啊，咱不如适当的对他这个复活表示一下怀疑，哎，让他自己证明自己活了，怎么样？你这个有风险，他这很有可能就不现身啊。咱们只提问题，让骗子自己想办法。我觉得可以试试。你真的是童雷？你真的活了？你现在在哪儿？情况怎么样？我想去见你，可以吗？就这么办。你不要来，我不想你看到我现在像活死人的样子。亲爱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要养好身体，补上上次给你造成的损失，然后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你面前。亲爱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鼓掌啊，写的这么好。谢谢，谢谢。今天可以下床了，两腿还有点软。当我在我妹的搀扶下走出第一步的时候，觉得活着可真好啊！亲爱的，您不要急，我只要身体再恢复一点，马上去澳门找舅舅，我一定当面把你的钱追回来。亲爱的，这是我站在医院病房的窗前拍的。有线索了。好，马上通知海明兄弟单位，有了这个视频啊，他们可以准确定位了。接到贵方传来的视频和其他线索，我们马上通过技术手段做了定位。现在可以确定，发视频的人就在这栋楼的602房间。我们对这栋楼的内部情况进行了秘密侦查，发现601、602里面群租着10来个男女。另外，他们把5楼整层租了下来，里面大概住了40多号人，里面经常会传出口号声和上课声。初步推断，5楼应该是个诈骗培训班。什么？现在骗子都开学校了？我们这儿的骗子，大部分都从东南亚学习过。去年年底我们破获过一个，骗子们有专门的培训机构，有专门的培训教材，学费高昂。学员毕业最初2年骗他的钱，学校会抽取高额的提成，学员人身会受到诈骗集团的控制。绕一圈回来。以东南亚为龙头，电信诈骗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一只百足之虫。我们打掉一个，只不过打掉这只百足之虫的一个爪子而已，伤不到它筋骨。要想遏制这种黑色产业，有赖国际合作。老板，借一下厕所用用啊。
哎，哥，吃点什么呀？坐吧。老板点菜。来几位，先吃点。哎，拿个菜单吧。哎，好。哎，谢谢啊。高总，就是这儿。拉玛特酒店，楼下有放哨的。我们说抓客户心理，那么如何抓客户心理呢？简单说啊，就10个字：压力、珍惜、上进、动力、享受。啊，什么是压力？何为压力？压力就是你在跟客户交谈的过程当中，要巧妙地提到客户在生活中会遇到的困难和压力，记住没有？啊，珍惜，何为珍惜？就是要告诉客户。啊，机会是需要把握的，啊，问一问客户是否曾经错过机会呢？高所长啊，这次行动由我们负责，请贵方配合，不要贸然行动。放心，我们在后头。高总，咱有个教训，不会了。什么不会了？哦，我们小赵说他不会拉稀。那就好。一会儿先抓捕那个望风小子。好，明白。哎，快！哎，这傻缺真的相信我又活过来了，又要来看我。哎，当然不能让他过来了。告诉他，你明天就去澳门，你舅舅已经在彩票机上做了机关，这把一定能把之前的全都翻回来。别忘了加大赌注。好嘞。哎，别直接跟他要钱呢，想办法让他自己主动提出来。明白。行动。在这儿留2个人，不要让4楼的居民上来。小心，居7楼。哎，葛总，骗子给我回信了，说要去澳门给我翻本。直接切入进去，记住没有？记住了。记住没有？记住了。想不想发财？想不想？想不想？宝姐啊，宝姐，怎么了？他坚持要来，车已经到了。什么？把手里的电脑。手离开！手离开电脑！离开电脑！绑好了！这台电脑谁用的？说谁用的？宝姐救我！都是宝姐救我的，都是宝姐救我的。好，我们马上出警，马上出警啊！哎呀，刚吃上是吧？哎呀，出警了，出警了啊！多穿点啊！啊，刘杰，你开枪，我们走。好。哎，大雷，来师傅，抓到了，全抓到了。这个聊天的、转钱的、培训的，一锅端。太好了，太好了，好小子！哎，那个赃款呢？能追回来点吗？这赃款啊，说是追不回来多少。啊，
哎呀嗨，俺所长不都是说了吗？啊，多少你们追回点啊？不管是1万2万呢，这也算是对于受害者的一个交代。是，我刚听高所跟所长汇报的时候，所长是这个意思。所长说啊，就算赃款追不回来多少，但是最起码要让骗吴玉的这个犯罪嫌疑人，让他当着吴玉的面向他道歉。我觉得这也是最起码的。但是现在呢，交涉起来有点难度，海明这边不放人。哎呀，难度肯定是有的，你就好好配合高所行动啊。是，我们尽最大努力，尽快押着犯罪嫌疑人回去。好嘞，哎，大伟啊，你自己也当心点啊。好嘞。高所，哎，赵警官，赵警官，刚才我跟你说的，你们也都看到了。我们现在冻结的只不过是昨天他们骗到手，还没来得及转走的钱，100多万而已。要查清楚他们到底骗了多少钱，恐怕还需要不少时间。我估计，这100多万，连他们骗到的零头都不到。我知道赵警官，完全追回损失呢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全力嘛。我们有2名受害者已经到了自杀的地步了，所以我希望能多给他们追回一些损失，没准就能燃起他们对生活的勇气。对不起，高所长，在案情调查清楚之前，谁都不能动这笔赃款。不光是你们的受害者选择自杀，我们的受害者也是一样，所以理解一下。理解，完全理解。哎，那我们能不能把与我们受害人有直接关系的那2个犯罪嫌疑人押走？对不起，这个也不行。赵警官，您先别着急拒绝。我知道，这个被骗子骗了之后想要自杀的受害者肯定不止我们那儿有，但是这不更考验咱们警察能不能从每一个人的角度考虑每一个受害者的感受吗？您理解理解。赵警官，案子破了以后，刚才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家里跟我说，我们有一个受害者呀，在医院再次企图自杀。我知道我们这要求呢有些过分，没有按照办案规则。但人命关天呀，规则是可以讨论的吧？赵警官，这可是真真切切的。我们要是能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去，也许就救下一条人命。我请示一下吧。谢谢，谢谢您。赵导员啊，出去。教导员，嗨，教导员，教导员，教导员，哎呀，教导员哎呀，怎么了？谁让我一顿追呀你？所长怎么了？这看上去怎么那么兴奋啊？我是兴奋呀。诈骗团伙一网打尽了。昨天晚上高潮啊打电话来了，说已经跟海滨警方呢商量好了，明天一早就把2个罪犯押回来。太好了！是啊，是好事啊。啊，对了，我还有个更好的好事找你呢，你马上到医院去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吴玉，告诉他，罪犯一押回来，马上站在他面前向他认罪。所长，这个事情还是让别人去吧。耶，为什么呀？其实啊，我昨天去了趟医院，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劝这个女孩了。你怎么了？我找不到办法。你还找不到办法？现在不是有办法了吗？哎，你以前说呢，干说干劝，对不对？现在呢，有好消息了，抓住了。你应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让他重燃生活的信心。小杰，小杰，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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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所长有事吗？你这样，你陪教导员呢去趟医院。啊，教导员身体不舒服啊？不是，所长是想让咱们俩去趟医院，安慰一下吴玉，告诉他骗他的骗子抓到了。哦，可是我户籍大厅走不开啊。不在乎这一会儿，李大为和赵继伟如何诱使这个骗子上钩，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呀。你就把这件事啊，就像说故事一样的说给他听，希望打破了，还可以重建嘛。你去办吧。我去换下衣服，马上下来啊。哎，那我先送个文件。去吧。
一个对生活丧失信念、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的人，哎，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劝他，让他重新鼓起对生活的勇气来？伤害他的人被抓到了，对他应该是个安慰吧？不知道。教导员，听你这么说，我觉得吴宇听到骗子被抓，肯定会有一定的心理安慰。但我推想，恐怕也只是一时缓解，因为骗子不仅骗了他的钱，还摧毁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勇气。这种情况，我觉得必须心理医生介入才行。我说错了吗？没有。那我是觉得，你从到了户籍科之后，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有变化呀。我有吗？当然有。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啊，你见到吴玉，我多说说，多开导开导他。啊，行。住院部在那边，你到时候跟他谈谈，开导下他。好。怎么了？吴玉，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吴玉，吴玉，吴玉，你别吵了！别吵！告诉你，骗子抓到了！我想别做傻事啊！千万别做傻事！赶紧报警！来人！李大为，这大半夜的这么冷的天儿，你坐这儿干什么？屋里憋得慌，我出来透口气。你怎么也坐下了？薇薇，我在医院可陪你坐了半天了啊。走吧。你们俩在干什么？准备坐院子里守夜啊？大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咱们尽力了，不是咱们的责任。
知道不是咱们的责任，我也没觉得是咱们的责任。我只是觉得，我们已经这么努力了，但有些事情还是做不到。我看见吴玉跳楼了，很近，几乎是贴着鼻子从眼前划过的。我没办法形容我的感受。但这一次跟卓大夫那一次不太一样，我没那么害怕了，我反而觉得这些是我必须要经历的事情。我刚才还问自己，我还想当警察吗？答案很肯定，我想。此刻让我想起了卓大夫，让我想起了我面对卓大夫身中10几刀的遗体时，我的那种无力感。骗子层出不穷，犯罪每天都在滋生。但是要我们警察去完全阻止犯罪，也是不太现实的。那么我们警察工作的意义在哪儿？昨天晚上，当知道诈骗犯被抓回来了，受害人范女士呢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他取得了女儿和女婿的谅解，要好好的活下去。我想这就是我们工作意义的所在吧。我们可能无法根除犯罪，也保护不了所有的人，但是警察在，社会的防线就在，善良和正义就在。对于那些被救的人，我们警察的工作意义巨大。关于反诈骗，高招你说一下吧。同志们，说2句啊。关于反诈骗行动，所里认为，和打击一切犯罪一样，事先预防比事后打击更重要。所里呢编了反电信诈骗手册，最近呢还会请一些专家到咱们社区给老百姓们上课。一会儿会后，各个组把这个手册都领一下啊。记住要求啊，发放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对辖区的所有居民进行反诈骗教育。都明白了吗？明白了。还有，所里决定把这个反诈骗当成咱们所常备工作，要持续
不断的坚持下去。有没有信心？有。我说完了。好，散会。师母，梁硕，你怎么来了？我师傅他今天不是出来吗？我来迎接他。李姐，你还记得他？不是的，师母，是所长特地打电话提醒我来的。他也想来，这所里太忙了，实在没办法。李姐。像颗种子，吻了季节，捂热凋谢，暖你手，风的影子追着绿叶，选择妥协，拥抱爱，从渺小，相处远大。